嘿，你们好哦！今天的题目是一份你躲不掉的缘分，你躲不掉的缘分。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你感受一下这3张牌给你的一种很细腻的关系。你仔细看，我特地挑了这3张牌，它有某一种故事性，在暗示着某种细腻的关系，是你躲不掉的缘分。搭配这个主题哈。那你仔细看一下，再给你10秒钟。好，那你要再看久点，记得按下暂停哦。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我们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一份你躲不掉的缘分，你躲不掉的，谁是你躲不掉的缘分？来，我们今天牌面用近一点哈。我们换别的，换另外一个牌阵的方式，先来抓一下哈，你们这段情感的一个大概就是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基本的发展逻辑啦，发展顺序。我大概看一下，来捕捉一下。我先看一下哈，这里。来，先看一下这个位置哈。基本上这一个人的出现哈，这个人的出现会为你的人生改变蛮大的。他对你的影响力还蛮大的，而且是往一个绝对该怎么说？他会带领你去一个你比较陌生的状态，可是是更好的状态，是你一个未知、未开发的状态。那你遇到他的时候，就会被他的一个很强烈的神秘感所吸引了，然后慢慢的，你会有一点点追随着他，你会有一点点想要跟着他，因为你有很明确的感觉，说他为你打开了某一扇门。这边有看起来是绝对帮你打开了某一扇门，然后各方面来说，他除了帮你打开一个全新的境界之外，好像你生命里全新的一个力量也展现出来了。而且这边有偷偷说，有很暗的、很小的是说，这个人还蛮接近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各方面一些基本条件都还蛮符合你的，然后能量上也算是蛮符合你的，而且外在上各方面都很，即便你是很挑剔的人哈，那他很多的条件都还蛮符合的，所以要小心哈，这一组要小心，他出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点陷下去哈。所以今天的题目说你躲不掉的缘分，就是有可能在某一个感觉上面，你比较像是追着他跑哈。这边看起来是这样，来我们再看后面哈，追着他跑啊，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要往那个方向去了哈，但是我看一下，好哈。记得你内心的平静还蛮重要的然后你内心有一些声音，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也你以前的爱情经验都用得上了知道怎么跟他相处。那记得你的本来的自己还蛮重要的，你原本的自己还蛮重要的。为什么这里在做这个提醒？他就是在告诉你说，你有可能会有点流失掉、遗失掉不过从这里都讲了一个蛮不错的，因为他这里到这里他都讲了一个蛮不错的连续，就是这个人除了他原本是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之外，他确实还能够跟你相处之后，逐渐的走向你想要的爱情模式了那难题在于，我觉得这里的难题就是，你会觉得你比较受限，你会觉得你比较受他控制，你会觉得你比较少自我，会少了比较多，你会觉得你必须要紧紧抓住他才能够跟着他，会有这个内心会有这个感觉你会有一种好像你不够努力，他就会不见的这个心情可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级这边是有一个比较级，可是我看到的是两个人是蛮对称的，主要是因为他给你带来的影响比较强，给你带来的影响比较重，所以你对他给你的这一个收获有一种感恩跟依赖感的混杂，你这个要想清楚你觉得快乐，你觉得舒服，你觉得感恩，你觉得想要感谢，所以你想要回馈，想要给他，所以变成是说他的决定会变得比较大。它会变得比较大，因为你遇到他之后，你会有一种得来不易的感觉啦，
所以这边才会说小心陷进去哈。所以希望你这边2张牌都说希望你恢复更多的自我的理智了哈。其实不会影响太多，你们的相处上，你们的2个关系上面所要展开的那个高智慧哈，智慧的能量开的比较高，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谈论的，可以解决的，它不会那么幼稚，不会那么莽撞了哈。所以当你比较坚持自我，比较喜欢做自我的时候，我觉得对方是能够理解，理解你很善待自己，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这边看起来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在一些比较遥望的一些能量的显化来说，我觉得他只是节奏比你快，跑得比你快，让你比较像追逐他的感觉。可是其实他是可以照顾你的哈，他也心情上他是可以照顾，他是关心到你的哈。那只是表面上浅一点，感觉好像要你一直追逐的，他其实也不是了哈。他是敏感的人哈，他是会回头看你状况的人哈，他是会关心你的人，所以相处上应该是蛮没有问题的哈。那从这几张牌的连续，我可以看到，你一遇到他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心情上的冲击，但是是正能量的哈，好像有一个大雨哈，你突然需要一阵大雨，就在太阳天底下下起来了哈，那种舒适感哈。想逃离又想留下来的那种舒适感有在哈，而且它也会让你有点想要奔放的走进去的感觉也有存在，所以也要有一点小心了哈，小心自己太过快乐、太过欢愉就迷失了自己哈。这个感情来的时候，好，那基本架构是这样说哈。来，我们来看细节的东西哈。好，来，我们来看细节的东西了哈。来，等一下哈，因为我要先抽出第一张中间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东西了，就是你们遇见了吗？哦，他现在的范围是工作的还是什么的哈？我们把它翻一下哈。好，我想一下哈，想一下什么位置？好，看一下。这是好，应该是工作上了哈，他会以一个你看了完全符合刚刚前面这张牌哈。我刚前面说他是不是会给你带来一种很新的视野哈，然后你会追着他跑。这边说他会以一个工作上来援助你的角色会出现。哦，你会觉得他很棒，他很厉害，他解决了很多工作上很多人都没办法解决的事情，然后他还能够教你，还能够带给你一些工作上能力上的指引。哈，在某些方面来说，你对他算是崇拜的，欣赏的，他很难从你的视野里面逃脱，因为他很亮。哦，他对周遭的人都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那，等等，我看一下。好，这是哦，他才刚进入了你的工作范围里面，而且他原本的工作跟他的那一个工作范围，其实离你现在的其实原本蛮远的，原本是远的。然后他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最近需要进入到你的工作范围里了。那这边有说，他有可能这一件事情，这个东西结束之后，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工作岗位，所以他可能不在你的公司里，他可能这个活动、这个 case 结束完之后就没有了。那现在他在你附近的状况里面，他希望控制很多人，统筹很多人很多人都要听他的，所以他算是一个比较长官级的，或是工作能力范围可能会再比你上一阶的很多人都要听他的这样。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直接影响到你了因为他这边说他其实他是埋着头做自己的，他对你好像没有直接的影响力，他其实是在你身边游移的，所以在工作上面。你可能比较像是远望的去欣赏他的能力的发挥，然后各方面好像没有直接的影响我看一下，我觉得他跟你有很多，他跟你会开始，我觉得一开始要有很多的互动，可是都不是工作上，都是一些打打闹闹啊、聊天啊什么的。他好像跟你工作上没有直接的影响，可是他又在你的工作范围里面很常出现，所以他跟你的相处里面是无压的状态。那这里对啊。
无压的状态，所以在某些你跟他的关系里面是呈现一种不扎实的感觉、不踏实的感觉。所以你对他的喜欢，他对你的喜欢也许都有，可是都没有付诸于一些明确的行动。所以两个人关系现在虽然在工作上是很近，可是没有这边就卡死了哈，都没有感情的能量成为。其实你们应该要有感情的能量在这边都有，而且你们这一次的相遇不是一个能量的拉扯，它是一个巧遇哦。它是一个意外的工作、意外的 case、意外的出现。可是你们这边接近的时候，我发现你们有很多的意外的契合，聊什么话题都聊得起来哈，个性上也很契合，这样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契合，表面上好像觉得很远，工作还是很远。可是你们两个心理上好像感受上都觉得跟彼此相处的时候很舒适、很舒服。那这个东西会往爱情的方向走吗？我看一下他的那一个镜头。哦，他对你有一种，对你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感，他把你当成一种，他把你摆在他心里一个放松的位置，比较柔软的位置。也就是说，从这边看得出来，他跟你的工作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啦。可是他喜欢跟你聊天，他喜欢跟你聊天的时候，有点像是舒压解压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们两个的感受上其实各自独立的，这边又再强调一次独立性，所以我觉得你们工作上是没有直接连接，可是在同一个范围里面的时候，所以他觉得你对他来讲是一个无压的一个空间里，所以他来找你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的内在心灵都放得比较松，跟别人相处比较不一样。所以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多跟他直接聊天，讲什么，他才会慢慢的去试出他对你的感觉啦。现在有很多东西是不明朗的，所以他没有立刻的表达出来，所以他现在跟你，这边说其实有压抑的感觉有出现哈，我不知道这个压抑是主动的压抑，还是他被动的、无意识的已经压抑这个关系这样。可是这里确实有一个压抑的情感，所以他会用一种跟你友好的方式、跟你友好的表达来跟你相处，来去保持这样子的、关系，这是他现在正在做的。看一下这里。你们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能量在引导你们往爱情那个方向走了哈，所以一切都还是要靠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到那一个感觉出现。我看一下这里连接，以一种不主动的能量的结合上来说，这边已经预先判断出你们两个人的内在能量是合适的啦。可是要找到方法，要找到那一个动作主动的方式，才有办法在你们两个现在某一种好像看起来不合适的状态里面找到突破，找到共通点了。不过我觉得这里是前面，我觉得后面都已经找到一些共通点，你们其实对话起来是轻松无压的。他也常常就主动的跑来你这边去跟你接触聊天，其实他应该也意识到说来跟你讲话各方面是很舒适的，只是他有没有正视这件问题，他有没有正视这个感觉？目前看起来有，可是他没有把它放得这么重哦，但他有把你，因为土能量在这边有一些土能量在影响哈，我觉得他有把你放在一个安心的位置，就是他觉得他想要去找你的时候，他就找得到哦。大概是这个范围距离，好，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它其实就在你附近。那你们之间有一种喜欢，可以变成爱情，可是还没有决定要变成爱情。看一下，需要花一点时间才会判断出这一个东西了哈，你们之间的爱情的能量。
那你们之间有一个慢慢的全新的一个火能力、生命力，相处的爱情的生命力，会创造出一个新的路径哈。其实已经在偷偷的创造你们两个走向爱情的路径了，有偷偷在创造，可是这个节奏很慢哈，它就是慢慢的浮出来，但是有在进展哈。每一次的接触或是不接触的时候，都有在发展出感觉，所以也就是说，他每次跟你对话的时候，他其实会回想，会有感受到很明确的舒适感，所以。你的存在对他来讲已经有一点点像习惯了，你的存在对他来讲已经有一点点习惯的感觉了。那，这整副牌哈，一开始从特别说一开始从你们认识的时候，就是定义是要走到爱情的。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啦，水能量是一定很小，然后感情能量小，可是一开始就注定说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其实就是往爱情那个方向走的。那这个节奏，培养爱情感觉的能量都在旁边，都没有指导到，就是要变成爱情的这一条路径上。也不能说可惜，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哈。尤其无论是3条路线走起来，都说。是慢慢的会被发现到的，慢慢的会被发现到的，而且有可以期待的新关系要出现所以 OK， 这个就是时间上的问题，然后他就在你附近了他其实就在工作范围里很明朗的一个范围里慢慢的就会有了。来，我看一下哈。来看一下一些比较心理上的东西哈。牌都翻完了，看一下。你们在灵魂的距离上哈，有宇宙的角度，灵魂的距离上，你们认识非常久了，你们已经认识非常久了，所以才会他一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跟你聊天各方面都很轻松，因为你们灵魂已经相识非常久了，但不是相同，是相识非常久了哈，非常熟悉的一种灵魂状态。那你们各种生活上、细节上、聊天上、谈吐上面的一些节奏，都还蛮同步的。它有同步比较像是就时间表啦，时间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节奏很像哈。然后什么时候会想要放松，什么时候想要出去玩，什么时候想要看到东西，节奏很像，频率很像。你们两个同步率算非常高的哈。在同步率的位置上是出现是金币2，金币2本身就是讲非常高的同步率，那又在同步率出现，那我觉得你们的同步率是完美的，所以基本上你们相处起来不算有什么问题。然后你们两个接触的时候，心底都有一个很细的默默的力量把你们牵引着哈。所以每次对话的时候，都有一种好像是话没有说完的感觉。那确实，你看这边在定义说你们是否上了同一条船、同一台车、同一班列车。这边说你们是以工作协助的方式上了同一个船，上同一座火车。有前面刚刚已经说了，所以确实是工作范围里的。那你们感情的各方面相同的些，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能量的连结主要还是定义在对于人生的价值啦、爱情的价值、未来的价值。你们在脑子里交换一些共通点，是让你们连接比较深的东西。所以你们两个的对话很重要，你们的聊天对话在你们两个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你们要一直很需要去分享很多内心的东西、内在的东西、那些东西，然后慢慢的那个认同感交集点才会很高哈。那它是一种灵的各方面的一种脑内高潮的感觉它是那种兴奋感、那种快感会这样慢慢跑出来。所以你们在身心灵、心跟灵的接触契合度，在你们的感情里面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所以你的部分的话也许你不知道是谁，或是你也许已经知道是谁，不管你尽量的要更坦诚的去分享你自己内在的想法要排除掉别人的
别人的判断、别人的武断那些都没有关系，不要管别人想，你要重视的是你如何坦诚的表达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在不伤害别人的地方，也不是伤害别人那种直爽，而是你知道什么是好的想法，分享出来的那个东西，要尽量的把它想出来哈。那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小阻碍，就是你们其实太有自我了，你们也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这个部分不太能够达到一个平衡，但是却能够增加你们彼此对彼此的一个很强的魅力了。那这边说无所谓了哈，这就只是一个过程，一个缓冲了。你们慢慢的就能够建构出你们两个想要走的路了啦。这边都有说哈，来这里我再翻一张，好，没错哈，你们需要一些，不能需要一些，需要更多的对谈哈，才能把你们彼此的各个彼此各本来的那个很强的独立性哈，让彼此都接住。让彼此接住，而且接得了，你们两个是接得了的啦。然后你们对于彼此，因为我刚刚前面说了，你们灵魂已经认识很久了，所以你们对于彼此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或什么，并不会感觉到那么吃惊啦。哦，看这里对啊，你们只需要更多的相处哈，你们甚至能够发展出知道。还能够有一种默契，知道说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能够走到什么样子的状态，很早就可以确定那种未来性。好，有些人的个性是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很想确定他想确定他未来能看到多远的状况哈。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能看到比较远的状况，所以还算不错。这组牌整个看下来契合度都很高了哦。那发展的慢吗？我没有觉得它偏慢，它是处在一种慢慢的就成熟到那个位置了，所以。很多讯息都说他就在你工作附近了哈，你们会慢慢的变好，你慢慢变好，然后开始比较讲一些内心的事情，这样通常开始讲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内心的交集就很强。那记得有一个重点是你跟他不管认识多久，你们都有一种很不陌生的感觉，已经是觉得认识很久，在心灵上就认识很久了，只是外表的形式上、动作上、习惯上需要再去收集，可其他部分都已经熟悉很久了。好，那来翻一下时间点哈，看看，这里翻2个时间点来告诉你大概什么时间点你们两个的关系能量会最近或是融合的最好哈。来，2张哈，洗完抽头尾哈。好，第1。看一下第1个哈，第1张这个，这张牌本身也有胜利的意思了哈。好，就可能最近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应该还蛮容易达成的。你们能量最近的时间点呢，大概5月中会有一次5月中会有一次比较好的时间点。那在这里的话，因为天使的历法，它有所谓它所在的那个时间日期，然后它给你一个数字上的暗示5月中，那这里讲的是大概就是10月第3周10月第3，这个是5月正中，这是10月第3周，大概就这2个时间点，你们能量会是最好的。那能量最好的时间点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可能你们最靠近心底某些声音、某些需求碰撞，火花会最大。那它也有可能会造成吵架，可是吵架并不是一个负能量它有时候它纷争反而是一种感情的燃烧所以无论是什么了，反正这2个时间点，你们感情的接触点会更上一层楼，我觉得能量上会有一种新的爆发点好，来给你看一下。其实他个性上前面都已经讲蛮多了啦，但没关系，我们还是看一下日本的神谕卡，给2个他的个性上的优点让你也算是好玩一下，或是帮你给一些线索来对照一下你心里想的那个人来，这里是陶迷他是一个非常乐观且积极的人看得出来了，前面其实就有。那再来是他其实交友蛮广阔的他很擅长交朋友，很擅长认识朋友。我觉得从这点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是，他其实是很喜欢人
人这个单位的哈，所以他对别人的故事也蛮尊重人的，所以他前面就已经说了嘛，所以他的工作其实可以管理很多人的，他可以跟很多人相处，这个部分已经把他的性格上面发挥的不错了哈。好，再来给你3张动物灵卡，给你这段时间或是这副牌的3个建议哈。来第一，好第二，哦，很少翻到这一张哈。来第3，首先哈，这张牌说最近是一个非常好的。整理一下自己内在的时刻了哈。他这张牌虽然讲的是反省了哈，可是我比较希望他讲的是说，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一阵子哈。最近有比较需要哈，可能你把自己融入周遭的生活、周遭的群体、周遭的交友圈，有可能啦。所以他现在希望你拉回来一下，把自己看得再更重要一点哈，要回到一下自己身上哈。你不一定要反省，但是当你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反省了。好。再来这样说是目前你现在所在的环境各方面其实都是能量算是很完整的了哈，所以你不要担心太多，尽力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哈。目前你附近的能量都算很好的啦哈，所以你有一些比较犹豫的事情或是担忧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减轻，不要那么多。那再来这里，如果你最近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差不多也结束了哈，它必须要转换，因为它现在不好的事情那一个负能量已经当成一个祭品燃煤去燃烧掉了，它必须要转换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一种重生的能量，所以也不用担心哈。所以这里2个其实有搭配起来了哈，你附近的能量已经差不多完整好了，差不多要进到新的阶段了哈，你就乐观的期待跟迎接就好了，不要想太多，不要担心太多哦，不要担心太多，好好的把每一天当成是最有价值的日子过就好了，不要想太远，不要想太后面哈。好，那就这样哈，这是1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方向啊。那你在别的影片如果有雷同的讯息，记得留意一下。好，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一份你躲不掉的缘分哈，一个你躲不掉的缘分哈。来，我们换个方式哈，再看一些更生活的细节的一些讯息点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基本的趋势哈，看这个感情的发展跟整个关系和他的人各方面能看到什么哈。来。好，先这些哈，来我看一下。发展出分是好，这个人哈，应该会在你意想不到的位置跟环境里出现哈。那目前你们附近的故事线跟能量已经差不多收集完了哦，已经完成了，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它那个指引的东西已经出现了，那个路径从完全没有效果、没有连接的路径上，已经出现到你们附近的能量差不多完结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会在一个蛮特别的场合上面遇到他的啦。好，那他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人，好，他不是你原本想象的那个样子的人的出现，他不是。你喜欢上他，或者他喜欢你，他跟你告白，不管你都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人，怎么会是这个人？但是不讨厌，好，因为他有一个全新的视野的感觉，把你带入了，所以你会好奇，你会想走进去，那你们之间有一种很特别的连结，让你们彼此有被吸引住，而且还能够看到彼此在更远的一种路径有看出来，就是说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好像不会感觉上不会觉得仅此而已，仅此这个界面而已，好像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发展，有感受到想要再往前走。好，那你们相遇的时候，也有可能很快就会有爱的火苗，有可能会一拍即合，因为这里我有看到你们很容易进入两人世界。哦，那理智上
在最前面的时候有做了一些判断，判断出这个还不错，这个人也感觉很好。除了带领到新的世界的时候，就很像你遇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很想要跟他一起去探险，一起去做任何事情，这样子有一点点盲目。有一点盲目，而且有一点点背离了你原本爱情的原则。该说是会有一点冲昏头嘛？有那么一点哈，会拉回理智吗？这一组不太会。对整个爱情的初期来说，我觉得算，如果你要一个绝对浪漫、极端浪漫的话，这一组算很好的。好，所以你可以体会一下哈。那现在这个基本的趋势就这样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细节的东西哈。好，那我们来看，来看一下一些生活上现实面的哈，就是在哪里遇见啊，工作啊，还是已经遇见了，还是要朋友介绍这一些哈，比较生活的哈，就不讲那些缥缈的了。来，是否遇见哦，在附近环绕吗？现在跟你的距离哦。那有没有需要一些指引人吗？现在大家这样的状况哦。好，先这些看一下，还没有遇见哈，还没有出现哈。快了，你们应该也不是快，对，确实快了。你们应该会在一些交际朋友的活动，跟朋友见面的活动里面，甚至有可能在路边跟朋友一起逛街的时候，你的朋友认识他，然后就打招呼，然后互相就看到了，那时候不认识，你们会在一个非常巧合的方式里面遇见。哦，你们之间没有一个很强的直接的连接，它就是遇见。好，那它没有邂逅的成分。它就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介质，有一个其他人把你们连接在一起哈。所以如果你要遇到他，多跟朋友出去，最近他就出现在你的朋友的范围里。我这边有哈，那不在工作环境里，他就是工作以外的任何，你去上语言课啊、运动课啊、跟朋友聚会啊，这些都是哈。那如果你跟老朋友聚会或什么，大家去吃饭，那个就没有，因为不会有新朋友出现。我觉得这个几率比较低哦。他出现的时候，旁边的杂音讯号还蛮多的，所以我觉得他会比较多的一种很特别的巧遇或特别的出现了。那他已经离你蛮近的了。哦，他在你附近已经生活的圈子里已经在旁边环绕了哦，已经离你蛮近的，没有非常远。好，我再看一下哦。5分甚至杂音真的很多，你们附近杂音真的很多，所以你跟他不会是两个人就在一些陌生的地方，然后遇见，然后搭讪，不是这状况。这边又说了哈，你们附近的能量已经完整了哈。魔术师牌出现在同一个地方2次了，所以也就在讲说，你们遇见的时机也差不多要到了啦哈，所以你就再等待一下，他大概就会因为某种状况会出现，也不需要任何人搭桥，因为你中间本来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介入值会把它带来你面前哈。啊，再看一下一些其他。的确，你看这里直通你，他靠自己的路径直通你的路径是没有的，哦，很远，不会，你们不会自己遇见哈，这里也不会哈，他也不会因为他可能上一个爱情的失望或什么，然后只是想来找一个人填补哈，他也不是这个状态。那以这个状态来说，其实这3条路都不通的，哦，抓了3条往你这边来的3条路都是不通的，所以他必须跳跃着到这里，是一个环境，一个大家一起出去活动的一个状态里面出现，所以完全符合前面的这个巧合的状态。因为这里面我觉得最好的牌是这里，你们遇见最好的牌是权杖8哈，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就是降落到你面前的状况还蛮强的。那以距离来说，你附近现在有很多声音挡住它哦，所以你现在不太能够意识到它就在你附近，因为它也没有靠那么近。那不过他这里力量牌在讲说，他其实已经在别的方式，已经慢慢缓缓的往你们这边走，有点像是盲目的蒙着眼睛的往你这边走来了，是有他被某种路径牵引。
这个路径牵引是什么？他现在想认识的人，他想去参加的活动，都是被这个能量牵引着，要往那里走。他最近有某种直觉，很喜欢去做什么事，很喜欢去见什么朋友，很喜欢去哪里，很不想待在家里。每次去什么活动，都还有一个同质性，有一个同一个模式。他现在在追求那个，他现在在习惯那个，那个就是他底下的路径在拉他。可是这个节奏比较慢，会慢慢的要一次一次一次才会出现在你面前。那你要增加跟他的距离的话，你就多出去，多跟朋友出去，尤其是那种出去会去认识到朋友，旁边有很多陌生人会出现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他跟谁有所连接，所以你就跟着你的朋友出去，你不知道哪个朋友跟他连接，尽量多认识人哦。那他，在某一个层面上能量很小，但是某一个层面上有在说，这个人应该还蛮符合你所期待的样子，所以他应该会是你喜欢的型哈，他不会。可是这点好像跟前面说会有一种差异，某种差异又蛮大的哈。没关系，那这个点我就不抓了，因为他其实这边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讯号，是说他还蛮接近你想要，你是你所期待的那个人啦。可是我记得刚前面的牌好像跟他走相反的路径，好，所以它就是一个比例上的分配。好，那这个我就不深究了哈。好，中间杂音很多，这里很多牌哈，我一直在翻说你跟他的范围啦哈，就是你如果现在在这里哦，你如果现在在这个位置，然后他在这里，那他要过来，有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过来，很轻巧的过来哈？还是有任何东西牵引过来？可是没有，你这附近有很多的杂音。那个杂音，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阻碍，它只是在告诉我说，你们认识的场合的环境应该会蛮多人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认识不认识的人交杂在一起。好，那什么场合会出现这样子？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哈。他不是说出去玩、去喝酒、去 pub 或是什么，他去学语言、语言班、补习班，去健身房运动，都是这样子啊，也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场合。或者参加什么活动，去听演唱会，去看表演，都是这样子，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场合。他这些人有认识不认识，有认识不认识，他并不是统一都是认识的这样，所以我才会说，你去参加朋友的一个饭局，6个人都是认识的，那他几率就不会出现，因为这个杂音带来的陌生人的讯号没有啊。好，所以我才会说这样子，所以你要跟他们多去一些交际的场合，去认识朋友的那个场合。好，我时常这样提醒你们，是因为，爱情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些物理性的行动了。你要把你的肉体展现在别人面前，真正的肉体，你的人要扎实的出现在其他人面前，那个连接才会对。你一直待在家里，一直看网络，一直看书，什么网络连接这些的，你终究要去见到这个人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们在网络上认识，然后去见的时候，这个范围非常之小，而且在认识人的那个筛选的过程里面，都是迷幻的，然后都是迷幻的。所以记得跟朋友一起出去这样认识人，在某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用健康来形容，因为它有很多的把关，你的朋友的把关，环境的把关，哦。然后你可以从你了解你的朋友，再去了解对方的这个流程里面，知道这个人的好坏这些的。我是觉得这样子比较，而且我觉得比较节省时间啦，啊，比较节省时间。主要还有一个重点是，你交的朋友，然后他交的朋友，通常性格上各方面连接不会差太远啦，不会差太远。好，来，人是会有不一样，但是不会差太远。好，大致上这组的一个情况是这些哈，来，我们来看一下，直接看一下你跟他的一个连接程度哈。多翻了，好吧，既然多翻了，这个就2个是这个。好，先这些。我很少翻这区哈，因为这区很多是所谓的相异。我觉得没有一个必要去找你们的相异点，我就通常不会去翻那区。好，来看一下这里，这2个是重叠，我们先看这里。你们是彼此的幸运星。
在灵魂上面是彼此的幸运星，所以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蛮多好事在一起的哈。你们会一直在帮彼此能量上化险为夷了哈。不过这个能量你们各分一半，你们都不是饱满的，所以两个在一起，这一个幸运值才会到饱满的阶段哈。那你们在感情上，其实你们一遇见的时候，很有机会立刻成为恋人哈，因为你们在感情的感觉上、直觉上还蛮相同的，契合度还蛮高的。但是那一个瞬间很短暂，要立刻把握住哈。如果第一天认识的时候，第二天没有约出去，大概就没有了。感情应该不会说没有了，就是说那个爱情的浓度最好的时刻你们会错过，它并不是代表说就后面不会在一起，但是你会错过那个浓度最好的时候。好，很多人啦，真的会在一起，真的是第一天遇见就很认定就对了，后面都是花时间相处。那你们工作上、生活上、思考上的同步率没有很一致哈。虽然感情上、价值观、情感上是很一致，可是你们个性上可能连星盘上都没有很一致，所以还需要一些多认识、多理解彼此的一个节奏。那再来，好。这边说，其实你们可以住在一起，你们生活习惯、生活的品味，那个节奏是很像的，是很协力的。我觉得这个蛮像 Lucky Star 这个，其实你们有一点点像是互补状态还不错，可是要突破一些你们本来就不一样的东西。我就像星盘，你们可能星盘上不同，可是你们好像后面生存上衍生出来的一些生活技能、生活方式、生活品味各方面，那个东西无关于个性跟无关于星盘这种东西的时候，好像还蛮合的。好像蛮，尤其在心理上，两个是，我觉得在这边它是某一种很明显的缺少，在彼此身上都有。那基于这点，你看一下啊，这里就可以翻了。这个好像还没看好，这个等一下。这里也是没关系。Queen 顺，你们这里讲的一模一样啊！我刚刚说你们两个在灵魂上各方面感觉好像是两个 lucky star 各占50%的幸运，然后结合起来就100%幸运。可这边说，其实你两个的差异是在于灵魂的缺陷，另外一个人拥有，跟这个其实一样。可是这是用灵魂的角度、情感上的角度来讲，所以你们可能经历过，你们对一个爱情的失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们两个是好朋友的话，你们总能够为对方扶持，尤其心理上的痛苦，比如说家人失去啊、动物失去这种大痛苦的时候，你们是能够互相扶持彼此的。这一点在重要时刻上面，你们是有绝对互补的，所以其实你们很适合在一起，因为你们真的很像是完全消失的那一半哈。那你们不太会到很后面才察觉彼此不合适，你们不是这个状态，你们很多彼此的很不同、很不一样，很早就被凸显出来了，然后很快就破解了，因为你们有其他更深的默契，超越了这些比较小的不同。那些比较小的不同不太会被放大啦，会被放大，但是不会被放那么大。而且你们会被放大，这边有太阳牌在照亮你们两个人的相依，但是它不会不成问题，而且会被你们拿出来当成是互补的，就是你这想法跟我不同，我这想法不同，那就不同就好了。不会觉得说我们这种不同，那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不是往那个方向走。你们觉得说你喜欢打排球，我喜欢打篮球，那就不同。没有说一定要你来陪我打排球，你一定要来陪我打篮球，不会到这个程度，就觉得不同。那要去打球的时间就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你们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协调程度哈。因为这边在说的那个一半一半，你看这里也是用一半一半，它是一种很强的和谐。这里。而且在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的和谐，你们不需要去深究，不需要拿出来聊，就已经很有默契了。所以相处上大致上是没有问题了，而且生活上各方面，该有的浪漫、该有的激情都有。而且你们两个的相处会越来越有，你们的热恋期比较像是倒转式的。它不太像是一开始就爆发，而是慢慢的，好像突然有一个阶段，就好像热恋期，你们是这样子跑出来的。你们的比较特别啦，它那一种别人在一开始一遇到的那一种爆发型的，一下就陷入炙热的爱情的那个状态，你们是慢慢的才烧起来，不会一开始就爆发，你们不是那种爆发型的。好。
你们就是会在那种心灵上哈、灵魂上越来越找到彼此的互补，然后契合。那个契合不是因为相同契合，而是不同而契合的那个契合，然后感情的浓度也就这样慢慢的往上升哈。那这边说，你们感情一开始确实是从小小的生活相处里面慢慢长出来的，它不是爆发性的。啊，如果硬要说一些生活上的各方面的阻碍来说，其实你们两个在一起前期的时候，想法其实还蛮不同的啦。有一点点在说，其实你们有一些各持己见，对世界、做人、生活圈各方面，你会有很不同，你会感觉你们不是同一个队伍的，在初期会有这个感觉。不过你们两个比较像是说，比如说两个球队哈，然后各是不同的球队的主将，也本来应该是势不两立的。可是今天国家组国家队的时候，你们两个都会被筛选出来，然后你们两个会找到你们两个成为一个队伍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们彼此的独立性是 OK 的，只是看是在什么位置。等到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时候，那一个各自的独立性并不会消磨彼此，也不会抵消彼此，反而会找到你们两个自己的相处模式、相处方式。所以我才说，你们要到后面慢慢的才发展出那个激情、那个热情，相处后面才会有。好，那差不多2号牌就这样哈。那记得多去外面交新朋友哈，他应该在附近潜伏，我觉得他会慢慢的察觉你的存在。来看一下你们两个能量比较强的2个时机点哈。好，这个牌一直在亮哈，来我来翻这张，第一个再来。这张好像讲了一些真实哈，好像在那个时间点应该会一些什么，你们能够看清彼此真实状况的一些讯息会跑出来哦，是不是？下一个你们两个能量很强的时间点是5月底哈，所以应该就算你们前面都没有认识，我觉得5月底差不多也该认识了哈。那再解释一下，天使有他自己的天使历法，他站在1年4季里面会有不同的时间点，你可以当成是一个数字上跟日期上的暗示。哦，那再来第2个时间点，我看你给的，再来这里嘛哈，再来他这边说的可能就是8月的第2周的那一个前后了哈，所以这2个时间点你可以注意一下。哦，他在讲的不一定是说你们两个能量靠在一起最强了，他可能就在讲说那2个时间点你要注意一下跟这个人的连接各方面哈，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多出去多认识朋友，他应该差不多那个时间会出现哈。我都会觉得有的时候日期被暗示了哈，有的时候会照着我们原本推测的路径这样走，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在暗示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所以有可能别有洞天，也有可能意外惊喜。所以重点在于是你怎么去发挥在这2个时期的自己个人能量要展现出来。那也许你会连接到一些其他的，我们这边翻到的另外一条支线也有可能哈。反正这2个时间点你要留意一下就对了。好，那再来偷偷透露一下他的人的个性，2个就好了，性格上的优点哈。这个你可以当成是好玩了哈，因为这个日本的神谕卡哈，我是直接拿来让它占卜一下感情上的优势或者个性的。来，第一，他是一个对其他人影响力很大的人。这张牌讲的是说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他是一个对其他人影响力很大的人，所以他在工作上面来说，他应该算是很会企划的人，然后很会创新的，很有革命思想的人哈。来，第2张，哦，好少翻到这张牌哦。他是一个非常忠于自己的，这边其实我们都讲了，好，非常忠于自己的人。他其实你不是说他爱自己，他其实很在乎自己的感觉。哦，他很喜欢处理自己的感觉，他对自己要求还蛮高的。哦，对自己要求还蛮高的。这里是看不出来他会不会给其他周边的人带来压力啦，但是我觉得这算是一个特质，至少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哈，也许他对他的选择各方面也是非常谨慎的。来，3张动物灵卡给你3个建议哈，这个建议不一定是这牌组，有可能是关乎你现在的生活的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好，第1、第2、
第三。首先，最近你的家人的能量还蛮强的，多靠近他们一点，他们的那个正能量很强哦。如果你觉得最近负能量比较多的话，多跟你的家人陪伴，去偷他们的正能量啦。哦，那再来，最近你的内在的直觉各方面的能量需要一些净化哈。他可能在讲说你内心的噪音跟什么去有点太吵了，所以如果你不管你有没有冥想的习惯哈，你尽可能的多花一些时间哈，坐着把眼睛闭起来哈，不一定要进入冥想的状态，你就坐着把眼睛闭起来，仔细的听周遭的声音，不要听内心的声音。节奏顺序是这样哈，这是我的方法。你先闭着眼睛。哦，然后记得眼珠不要出力，不要看着眼前黑暗的一片的时候要找到亮点，不要，你就闭上眼睛，把重点放在耳朵，然后专心的去听旁边各种声音，听，你应该会进入某种状况之后，你的心里的声音应该会很大声。我是希望不要有心里的声音，哦，其实心里的声音都很大声哈，我是希望你尽量都是听周遭的声音。然后，如果你是图像思考的人，就把那个图像的思考去思考去。我是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冥想，不一定是安静。我让你处理的是感官上面的整理，好，那它就会符合这个。那它其实叫你追求的是到进化，我觉得那个都太高级了。你可以真用我的方法去做练习，每天练习个5分钟，你会时间会越拉越长，而且你会有一阵子会爱上这个习惯。记得哈，你可以试看看。好。那这里这什么？哦，看错字。其实这2章差不多了哈。其实这章讲的我把它讲完了，因为刚看已经看到了哈。这边讲进化，这边讲平静了哈，所以这2章其实是一样的。那记得哈，我刚教你那个方法，你可以试看看。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试看看。我是随时随地都在做这件事情啦。哦，所以我已经习惯了，而且我的困难是，有时候这件事情都做太长了，有时候不需要那么长哦，所以我才说你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你会有点沉迷，会沉浸在这个环境那个状态里哈。好，那就这样哈。今天2号牌的朋友就这样哈，我觉得牌子还不错。我认为他正在悄悄的进入你的朋友圈了，好，所以你尽量多出去一下。好。那刚给的时间点，不代表只有这个时间点才会跟他爆发什么，其实前面都会有，只是你们接近的时候有没有发展出什么不知道，只是这2个时间点被暗示更重要。好，那就这样2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们来听哦。好，留意一下重复出现的讯息，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是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哦。今天的题目是你躲不过的缘分，你躲不掉的缘分。好，来。那今天比较特别了哈，今天我先把整个趋势的方向翻给你们看哈，先看一些大致上的方向哈，就先不直接抓说它的时间点啊，它在哪哈这些哈，来，好。每次突然发现自己看不清楚了，才发现没有把老花眼镜戴起来。好，来，好，这个位置先这些哦，看一下哈，来，再来。好，我先看一下整个状态哈。认识1、2、3、4。你们之间哈，我觉得目前这边看起来似乎还不算认识到彼此哈，因为你们中间有一个该被照亮的位置，是属于你们2个相遇的位置，察觉对方存在的位置，那个部分现在是暗下来的哈。但是你们周边看来是有好的故事线已经酝酿出你们相遇的那个状态哈，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强的能量的结合哈。现在在等待某一个很特别的直觉哈，我觉得应该是第3个人外来的第3个一个
朋友或什么，有一个直觉要产生出来，然后应该会有一个事件、一个活动、一个聚会或是一个见面要被创造出来了，所以要再等一下。那这边说，如果你自己去找他，你自己现在用自己的想法、概念、意识上去找爱情的话，现在可能算是不通的因为现在你的内在灵魂的能力这边被暗示着是一个很好的检视自己的时期，它比较像是说你自己内在个人实践、个人身心灵的提升，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期。对于去靠自己能力去寻找爱情这一件事情，好像现在你不上手。不是说爱情现在不会出现，而是现在不适合现在的你，不适合现在的你，所以需要靠别的外力。这边也说一些比较有智慧的领域、智慧的基础上面是一种灰暗不明的状态，你周边的能量都是亮的，你自己的位置是暗的。那在这几条故事线的处理往前走。是有一个终点，是说你跟那个人相遇的时候，应该会在第一时刻就互相吸引住。所以这一组虽然前面的排程路径上好像没有连接，但是有在暗示你们相遇的时候，应该一瞬间就对彼此非常有感觉了，对彼此非常有感觉。尤其先不讲内在，他在讲说外在各方面，所以他应该算是你喜欢的型、你喜欢的菜这方面的外在啊，各方面能量上都蛮符合你的会一下互相就勾住了。好，基本上的趋势是这样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比较精确的时间点跟该发生的一些事情他是在工作上会遇到呢，还是朋友圈会遇到这里是说是朋友圈可是我们再往下看一下，看看它的差异也许会有所差异但是两个讯息你都可以把它接住好，来看这里我这组我觉得需要很明确的东西，我用这个来看好了。好这一组牌很滑而且它的连续性很重好像没办法。好，来，你们遇见了吗？现在在附近的状态很靠近吗？很遥远吗？有第三个有指引星吗？第三个人的介入吗？来，现在的现况好，用比较传统的韦特塔罗牌来看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一组讯息需要明朗一点，再更明朗一点我再看一下。目前你们不算遇到但你们有遇见，有很靠近，但错过了所以距离也不算远。那你们两个的能量之间有很强的火能量、新能量、新的生命力在期待着，所以其实你们还没遇见那再来等等，遇见错过。遇见错过，有，你们有遇见，但错过，没有意识到彼此的感情但是有留下一点点的记忆跟印象所以这边在暗灰不明的整个情感的着装方向来说，它有可能创造一个过程啦，就是下一次你们在见面在聊天的时候，当下第一时间可能没有意识到你们之前就见过了，然后可能在聊几句的时候才会想到说对，其实我们之前见过了，忘记了，会有这个状况会出现，所以才会是这两张牌那所以你们靠自己去寻找彼此的能量、力道、能源都太低了那你们每一次的见面，这一次、下一次、未来好几次，都是要靠朋友的邀约、圈选、带领去才有。所以记得无论是你自己去要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或是朋友邀约，你都尽量去，因为你们两个自己的连结很淡不强，而且常常会处在一种不容易找到你们两个话题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们时常都在彼此附近，可是时常都没有察觉。打个比方，也许你每周末都会去跟朋友去喝酒，去固定的 pub 什么之类的，去哪里玩都 OK。他也都会去，但你们时常错过。
中间帮你们牵线、帮你们介绍、帮你们搭桥来讲话那个人，他自己也分身乏术，有很多事情要应付。你们常常非常靠近，可是能量一直没有连接成功。这里有很多都是倒过来的牌，好牌各方面指引你们。刚刚我跟你说，这张牌的位置跟刚刚这张牌所在的那一个，我说你们两个相遇该被照亮的东西，现在是按下来的，这里也按下来了。所以它就一直造成说，你们每次要相遇、每次要接近的时候，都没有人为你们打光，所以你们就会在那一个暗晦不明的空间里面又错过，所以你们常常就很近。所以你们这一组，我不知道是能量上在暗示说这是一个游戏还是什么，可是我都会觉得，通常讯息是这样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时机点的问题。你们的能量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会差一个东西像我这里有一张牌这里有一张牌不一定会抽到，可是如果抽到，他会说有的时候两个人的相遇，有些人的组合就差一个神的祝福。那我们不讲那么深远的，我们就讲说为何没有相遇？因为你们内在可能意识上没有你以为的那么渴望谁出现，没有那么渴望什么样子的人出现，都是一些片段性的、间歇性的、随机性的，偶尔想到才觉得，可惜你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那样的人出现，所以当能量靠近的时候，常常无法察觉那一个暗的位置还在，不会再为你们不会为你们的遇见打光，现在目前还是不会。可是摸黑。能量强，意识强，即便碰到你也会知道是他。他现在在讲的是这个意识上要强，所以这里我看到的是，可能你最近有需要想想你真正想要的爱情是什么。现在可能好像有点混乱了有点迷失了也许没有，但是你也可以再想一次，你现在真正想要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好，那。偷偷说，这个人现在内心也没有那么极力的想要找到爱情。他现在这个能量也是偏弱的，所以两个能量连接不强也是有原因的啦。没有人丢饵，没有人要接丢饵也没有人准备接能量都很弱爱情城市，真正要出现在你们之间的爱情的能量还在潜伏中，非常慢。有曾经出现过，曾经很靠近过，可是都被很多其他的迷雾跟幻觉挡住了，所以两个没有直接感觉到。那最靠近的距离也是处在一种，你看这条路径应该是最靠近你的路径的能量的，可是它出的是月亮牌而且再说有明确的人，但是不确定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这两只动物才会用他们的各自的方法去诠释、去互讲，因为他们惧怕陌生、神秘还未知的感觉。这里再到这里都是说不确定，一种很强的不确定。两个人即便出现在彼此面前，都还是有很强的不确定。这个不确定不是你们意识上的不确定，而是能量上的不确定。所以即便靠得很近，也没有察觉彼此在身边啦。这里都讲，这里好多牌都讲。所以虽然这样讲，好像这牌很不好，可是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是，你有没有察觉到这个人一直都在你身边，没有离开？所以他差的就是什么？我们会说差一个事件，可其实你们两个相处，其实有很多事件都发生了，靠近的事件，其实你们也讲过话我觉得差的就是时间，好的时间。为什么会有好的时间？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故事线可能都还没有发展到需要意识到彼此的存在的一个时间，这样。那这张牌说的是认识，就是说水杯是拿到了，但是如果是正位的，我会认为他把水杯倾向去滋养你们两个所位在的爱情海里，我会这么认为。但是反过来，我就觉得他把它倒回去了，他属于的地方，而你们两个脚下踩的是空的。
他把水倒回去了别的地方，你们两个培养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是没有的。水杯是接到了，你们两个的遇见是层次出现的，场合是出现，但是没有为你们滋养出任何东西。哦，但是还好，在这一个我们去探查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是否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巧合、意外的收获？有拿走了金币去了，所以你们两个每次的对话都有在培养出什么东西，但是营养不够，方式不够多，不太确定到底自己在种什么，在等待什么。只能说你们俩现在的能量连接低啦，薄弱，但不远，也没有非常远，就在附近啊。那这个点我就直接先跳过，先跳到比较强的时间点来帮你看3个你们能量很近的时间点。我不确定我不觉得你会意识到底是谁啦。可是通常还是一样啦，我觉得方法都是一样，就是记得跟任何人聊天讲话，记得坦然的把你的那一面拿出来。为什么我说是的那一面，不是最好的那一面？因为最好的那一面其实你很难筛选。记得拿出你自己的你的那一面就好了，你觉得是真实的那一面就好了。来3个，很难得会先翻了，但我觉得现在是看时机点的蛮好的时间哈。我翻3个连续的天使牌，我就直接单纯跟你讲说，以现阶段来讲，最靠近你的3个时间点，让你期待一下，让你在意一下那3个时间点可能会最靠近他。那个时间点，你可以多出去跟朋友多出去多认识人哦，让他有很好的机会再重复出现在你面前。他也不是说一次就会达成，他可能要重复出现好几次，你们感情就会找到那个联系。好，这张说的是5月初，5月的第一周。天使有他自己的天使的历法，他有他自己所待在的那一个实际的日历的位置，他有待在他实际的位置。我告诉你的是说，他暗示的那一个时间点，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数字上的暗示。哦，所以这里说的是5月第一周有可能能量很近。那这个位置讲的大概就我会说它比较像是秋天的中间。秋天的中间，但他讲的时间点是9月跟10月交接的那一个星期，9月跟10月交接的那一个星期。好，那我看这里是13。好，这一个就是10月的第一周。所以会有这3个时间，你注意一下是有能量最近的时候。虽然这样讲，好像前面没什么事情发生，其实也没有，只是说这3个时间点能量是比较强的，可能会2个端之间会爆发出什么。但是其实前面已经暗示，它时常出现在你附近啦。但你们的连结各方面水能量没有出现那一个很强的交集点。来，我来帮你看一下你们2个的交集的东西有哪些。也许你可以从这一个交集的感觉出现的时候，发现是这一个人。我来看看有没有实际的交集的感觉啦，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很明确。这里说你们基本上很适合做朋友，很适合玩乐在一起，所以其实你们的朋友圈是共通的。那你们蛮难在第一时间讲话就一拍即合的，这边确实是说了很容易错过，这边也说了，这里都没有产生出交集。不过以灵魂的距离来说，以灵魂家族的距离来说，你们是同一个灵魂家族的。同一个花朵打散出去的灵魂家族的人很近，非常近。所以，如果你们谈论到内心的事情、敏感的事情、内在的事情，不要表面的，不要出去玩，讲一些心情的事情，最近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们2个会非常有话聊。即便你们2个以朋友的角度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方式，可是你们还是会非常有话聊。那他的出现总会有一种让你觉得蛮陌生的感觉。会有，你们没有那么表面上就看得出来，觉得好像立刻话题会很投机。你们2个总有一种好像不同世界的人的感觉，可是真的聊到内心的东西的时候，就会非常契合。他会让你觉得说奇怪了，这个人，我看他的网络的社群 ，Instagram、Facebook 或任何，
他的生活方式跟他喜欢的东西跟我完全都不同，你也没那么喜欢。我说未来了，可是你一跟他聊天聊到比较心内在感受敏感度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契合，这个人完全听得懂，你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觉得现在看起来3号牌的朋友哈，这个人呢、以我解牌的经验，我觉得你们之间有一些很绵密的连结，已经连结了，所以才会让你们时常出现在附近。可是他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出现你们的感情，然后那一个时刻出现在感情的时候，在你们未来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那一个时刻非常珍贵，所以他也没让你们熟识起来，因为他没有要让你们往朋友的方向走去。我觉得这一组还蛮符合今天的题目的，这份缘分你躲不掉，因为他就一直在附近。那他就是以这张牌来说，你们之间有某种很强的能量已经缠在一起了，所以你们现在常常连生活私生活、工作不算私下的生活都同步率都很高，所以其实你们是非常容易遇见、看到彼此的。只是这一份连结真的很淡很安静、很淡。慢慢会有啦，因为它其实还是算加分状态了，它不是停滞不前，它其实还是有慢慢加分。这边你看，这边说确实是要从他讲了这整个关系的缺点，就是节奏很慢啦，节奏很慢，要慢慢的去领取那一份扎实的关系，他就走得很慢啊。好，会啦，这边有说，终究还是会意识到2个人要在一起的了哈。这个牌位这个位置，我问他的是说，可否最后会意识到感情？这边说有，你看他已经出现这个了。好，虽然他不会很强烈，但终究你们2个会意识到是爱情的感情但是节奏很慢，节奏真的很慢。你看金币侍者慢慢走了这么多辗转，走到中间快到恋情前，也不过才走到金币骑士。以逻辑上来讲，我觉得他需要还要金币皇后在金币国王的加持之下再走到这里。我觉得他是一个路径跟成长感情上的，但是他用金币又代表说你们是要在生活上一些零碎片刻的相处，慢慢的相处，最后才会走到这里。他用土能量来定义，所以你们唯一的路就是要很多的遇见，很多的聊天之后才会走到这里。但它也不是一种朋友的关系，日久生情也不是。它确实会出现某一刻，你们2个会有内在心灵的东西达成共识之后，发现好像可以在一起，才会在一起这样。我不觉得你很慢才会知道确定这个人啦，好像这个人好像还蛮容易想到的，只是以现在这个阶段，要直接从这现在阶段跳到爱情是有一些困难的，没有那么快，因为以土能量的累积来说，我觉得才到这里而已，他还在中间，还没有到这里。你们要挖掘心灵上有契合的，也许慢慢会有，但是第一次发现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大概就讲个几句话就有打中，可是没有那么多，中的深度很深，但是数量不多，所以才要慢慢的这样。所以记得这3个时间点能量会比较强，你们可能讲的话、内在分享的东西会比较多。来看一下这个人的个性的优点来神谕牌来翻一下，一个很简便的来。好，他是在一起之后给你极大自由的人，然后他不会去限制你，他也不会去查你在干嘛，他也不会一直希望你跟他问候报告事情，不会，他给你非常大的自由。好，然后再来是他是一个很让人安心的人，所以反过来他去哪里或什么，他会跟你说他去跟什么朋友聚在一起，他在哪里，很容易让你找得到你，甚至连那个 Google 的 GPS 他会让你查到，如果你想查他在哪里的时候，你用那个电话去查都查得到他在哪，他会让你觉得很安心因为他觉得他喜欢这感觉让你感觉到安心，在一起让其他人感觉到，这是他喜欢的感觉。好，来。
再来哈，来给你3张动物灵卡哈，给你一些建议哈，可能关于这组牌，或是关于你现在的现况、生活的现况都有哈。1、2、3，好。他是一个很擅长沟通的人，所以如果你察觉是他或什么，记得多跟他聊天哈。他是一个内在情感非常好的，所以他其实也算是蛮多人的智商心灵导师哦。应该他有蛮多朋友会去问他一些心灵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你们2个应该还蛮契合的。我觉得这是你们2个关系进阶的一个话题主题。好，不要聊那生活的，我觉得你们聊一些比较难的、内在的、智慧的、心灵的、身心灵的都可以。哦，但是要慢慢才会出现啊，没有那么快。那这边这张牌在说，最近也是你反省跟自省自己生活中很多难题的一个重要时刻。最近哈，好像你比较能察觉你内在的某些缺陷跟修正。最近有很好的隐士能量在你身上出现，你好好利用一下哈。它有几个方向：第一，你能够察觉到自己的缺陷；第二，你还能够找到补缺自己的方法。好，现在这方面比较完整性比较高，情绪会帮你带入比较稳定的状态哈。那最近你可以多多的去看看自己有什么不足，然后去怎么补足，以这个主题来去思考一下自己。好，再来这里就是说，基于有些信息能量的发挥的话，他这边说有一些新的愿望，你可以去许一下了哈，是这个蛮好的时刻。对于未来的展望啊，新的目标、新的想法，你可以去计划一下。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去学啊？什么运动你没有去学？什么国家你没有去？什么季节的美景你没有去？现在可以开始规划了哈。现在有很好的信息能量跟一些很不错的好奇心、直觉都在你内心出现，好好利用这个能量去整理一下自己还有什么。在对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没有挑战的，好，这段时间脑子会比较清晰。我觉得还蛮搭配这个自省的能量了哈，它比较像是说在乎你自己，观看你自己，这段时间好像蛮重要的哈，可以练习一下，我看都是好，我觉得差不多了哈。然后3号牌就这些，我觉得讯息没有给很多了哈，而且我们有找到这个人，他在你附近，可是连接还不够强，我们再等看看哦。那这些时间你注意一下哦。好，那就这样哦，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